过了经营的传说之后，宝可梦的游戏到了另一个世代，无论音乐或者画面都大跃进的一个时代，战斗系统更是提升到另一个层次。如果没有宝石版的话，我想宝可梦的游戏史是不可能走到今天的电竞规模。Hello， 大家好，我是信。今天宝可梦回忆录要来聊聊宝石版世代，又称作第3世代。这个世代呢，包含了红宝石、蓝宝石、火红版、叶绿版跟系列杰作绿宝石版。或许这个版本当初推出时呢，有很多玩家因为经营太优秀，所以他没有跟上，甚至因为课业或者年龄成长退坑宝可梦。这个影片就是给大家补一下那个空白的几年的空缺啦，让大家稍微理解一下第3世代的伟大，跟不可或缺程度的一集。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Let's go！ 在影片开始之前，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以追踪最新的信聊宝可梦系列影片。宝可梦红宝石、蓝宝石在2002年11月21号上市。包装上的宝可梦分别是掌控大地的固拉多跟掌控海洋的盖欧卡。御三家的选择上仍然维持着系列的一贯作风，有草、火跟水3种可以选，分别是木手工、火炙鸡跟水月鱼。动画在这个时间点也播放到了宝可梦超世代 ，OP1 的歌词几乎都在玩游戏内容的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研究一下它的歌词哦。那么我们回到游戏上，这一次无论你选择哪个属性，难易度都不会差太多，所以你选择自己喜欢的宝可梦就好了。附带一提，经营篇我没有提到，不过当时我选的搭档是火球鼠，所以打大奶罐痛苦的要死。那个滚动岩石系的，你懂的。宝石版则是选择火炙鸡当做初始宝可梦。这款宝石系列的对应游戏机从 Game Boy 转移到我们的 Game Boy Advance， 也就是 GBA， 画面也因此全面升级，实现了完全彩色的宝可梦世界。音乐的水准也大幅上升，从8bit 风格的音乐超进化。而这些种种的进化呢，只是表面上的门面的那种进化。实际上，宝可梦系列进入宝石版开始，战斗系统有了非常夸张的演进，不仅新增了大量的新宝可梦，在宝可梦的系数上更新增了特性还有性格。特性就像每只宝可梦的被动技能，在战斗中带来各式各样的变化，不再是单纯的招式互殴。配招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到特性的搭配，比如说会祈雨的宝可梦搭配打雷这招的话，可以让打雷的命中率达到100%。完全弥补了打雷的命中率是很低的问题，所以配招开始有了更多的战略性。再来，我们有提到个性，个性会让每只宝可梦有擅长的能力值跟不擅长的能力值，这些呢也都影响到队伍的构成，更不用说还有努力值啊、个体值这些超复杂的数值，让培育宝可梦变得非常花时间。讲到这边，有些观众应该已经觉得，哇，这比经营的对战还要复杂很多耶。我跟你说，还有更复杂的，最伟大的就是导入双打系统。从这个系统的导入开始呢，宝可梦的对战又提升到了更复杂的层次，考验玩家更多战略跟宝可梦之间的配合。也因为这样子，开始有了规则更详细的世界大赛。好了，对战的部分我们就先停在这边。我们回到游戏的特色介绍，冒险的舞台是丰原地区，地图参照九州跟冲绳制作。因为丰原的地理上离关都还有成都很遥远，被称作乡下地方，而且也因为距离太远，有一堆以前没有看过的宝可梦，这很合理吧？就像台湾有台湾黑熊一样，各个地方都有各自特产的宝可梦。这次因为冒险的舞台算是大自然丰富的地方 ，too much water 的地方，以免有人看不懂，之前国外媒体评分宝石版的重制版的扣分点呢，就是因为在海上的冒险部分太多。Too much water。好，回到游戏，所以呢，敌对的反派组织也跟自然有关，是熔岩队跟海洋队，他们基本上就是过度激进的环境保护团体，双方都想叫醒封面的超古代宝可梦，利用它们增加陆地或者是海洋的面积。不是啊，海洋再多下去 ，IGN 会再扣多少分呢？看到刚刚的这些优点跟特色，应该有不少人会觉得，哇，这游戏很赞啊！没有错。大部分的玩家是觉得还不错的，特别是对第一次玩宝可梦的玩家来说，那更是很不错，真的很优秀。不过，对于部分从经营玩上来的玩家来说，就不见得是这么好的游戏了。理由有很多，我一个一个举例。
第一，无法跟经营一样破关之后去其他的地图，会稍微觉得游戏内容比实际上还要少。虽然后来的宝可梦除了经营重置版以外，其实也都无法做到这一点，但是红宝石、蓝宝石就是比较衰，它放在经营后面发售，自然就会有这种哇靠，这次应该也能去其他地方的幻想。第二，时间系统不知道为什么它没有搭载。老实说，这个我也觉得很问号。照理来说，当时的技术应该是做得到的吧？在经历过场景的日夜变换后，没有搭载这个时间系统，我觉得有一点点不习惯，而且有一点点说不过去。第三点，也是最严重的一点，无法把以前的宝可梦带过来一起冒险。因为硬体上的困难，红蓝宝石版是没有办法把过去 GB 系列的宝可梦呢带过来的。所以等于你要跟以前的搭档们说拜拜，是的，物理上的拜拜。因为 GB 的卡带内部电池，只要它没有电呢，你记录就会拜拜，里面的宝可梦也跟着拜拜。虽然后来有出火红版跟叶绿版，给玩家拿到以前的宝可梦的机会，但老实说，有些坚持的玩家还是会觉得很不爽。好啦，提了这么多的缺点，红蓝宝石在系统的创新跟对战的革命，那还是没有办法忽视的。也是因为从红蓝宝石开始，养成宝可梦就变得超级复杂，开始有孵蛋地狱跟严选地狱的出现，让玩家对养出来的队伍跟宝可梦有了情感，然后衍生到想退坑，却因为这些成果的结晶可以继承到下一代，所以他舍不得退坑啊，会有以上这种奇妙的情况出现。而虽然一开始我也是抱着不太看好的感觉去玩这个系列，不过这系列是越玩越香，每次回顾起来都觉得这两款游戏其实在宝可梦历史上非常重要。画面变得鲜明跟音乐的进化，营造给玩家一个非常舒服的游玩空间、冒险体验，历代最有野外冒险感的系列。目前我觉得还是宝石篇最有感觉。记得两只神兽跑出来乱的时候，整个丰原地区看起来超阴森，连音乐都不一样。当时有点毛骨悚然，有那种闹大事的感觉。想想能用 GBA 做出这种灾难表现，还蛮天才的。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印象深刻，就是有2款脚踏车可以在那边切换，有没有？为了抓裂空座，你必须疯狂摔塔，那个真的超级天空之塔超级难爬，难爬的要死，根本预设给新人类闯的。而且说到宝石版，我们就一定要提。假设我第一只宝可梦是小火龙，第一只神兽是闪电鸟，那么我第一只真爱宝可梦就是巨鲸怪。我天啊，帅死我！那个蓝色的孤傲线条，疑似矿物表面有无机的光滑质感，然后看似孤独，实际上深邃的眼神，色味又有另外一种皇家的风味，哇，舒服！而且这个巨鲸怪干起架来也有600族的威严。常常我看到对手也使用巨鲸怪的时候，我会觉得肃然起敬，给对方一个 respect。好了，那么我们回到这个世代的其他游戏好了，没有错啦，那就是宝可梦火红版跟叶绿版。这就是宝可梦首次推出的重制版，根据红绿蓝版当做基底，用当时的 GBA 硬体重制，我觉得超香。你就算说是炒冷饭好了，我也没差，吃得爽就行。这次的封面怪一样是喷火龙跟妙蛙花。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在欧美贩售的时候也是红跟绿，这次呢换水箭龟下去休息。没错，喷火龙永远可以站到最后。The Last Standing Man， 剑盾就是说你啦。故事上几乎都跟原作一样，没有什么变更，只有少许的变化。比如说，可以选择女主角进行游戏。这边我要特别辟谣一下，有些人以为这个是红绿版的女主角啊，其实她不是，这只是攻略本上为了营造3家鼎立的感觉，临时画出来的角色。这个角色后来被宝可梦特别篇呢改编成第3主角小兰。小兰在漫画中后来有换过一次造型，也是换成火红叶绿的女主角造型。而且这个小兰也在最近的 Let's Go 皮卡丘跟伊布版中正式加入宝可梦游戏版的世界观，可喜可贺。好啦，因为它游戏系统基本跟红蓝宝石版一样，所以我没什么可以特别介绍的。不过制作组有考虑到以原版的冒险内容来重置的话，一定会产生冒险时间跟剧情不足的情况。为了避免这种问题，火红叶绿版新增了专属的7岛，也把火焰鸟的登场地点改在7岛。不然原本让他在冠军之路罚站实在是很可怜啊！小知识，原本初代3鸟其实都应该有自己特别对应的迷宫，
比如说闪电鸟是在无人发电厂，极冻鸟在双子岛。火焰鸟当初会被安排在冠军之路的路边登场的原因，只是因为制作方忘记帮他设计他专属的迷宫关卡，这次让他在七岛有一个家，算是还他一个公道。这款火红叶绿毕竟是经典的初代宝可梦的重制版，所以跟红蓝宝石一样，他们的销售量都是 GBA 游戏中最顶尖的。红蓝宝石版呢卖了1622万份，绿宝石版632万份，火红叶绿版则是1182万份，这是重制欸。之前的影片也没有提到，我们在这边补充，初代宝可梦4个版本总共卖了4464万份。经营全世界卖了2310万份，不过水晶版的销售量意外的还蛮差的，就连在国内也只卖了184万份，海外我找不到记录，带各位补充。虽然水晶版的销量你现在拿去跟外面比也是怪物级的销售量啦，不过我们毕竟在谈论的是神奇宝贝系列、宝可梦系列，是一个随随便便就会破1000万的系列耶。火红叶绿能聊的回忆，其实对我来讲并不多，因为大部分的感动都是来自红版、绿版的衍生。不过它也是一个蛮有回忆的作品。我自己印象很深刻是，每次打开游戏都会有一个上回提要的那个要素，哇，有时候觉得有点烦，那种拖垮我的节奏。除了这个以外，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曾经在火红叶绿里面遇过色违的超梦，不过我当时嫌它是绿色的太丑了，我就没有存档，重刷。我是白痴吗？当时是说我现在要讲的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人特别提过。不过在火红叶绿版里面是可以遇到成都3犬，但是那3犬的个体值全部都烂到爆开。想要强大个体的3犬，请去玩 GameCube 的宝可梦竞技场。那个游戏其实节奏蛮烂的，不过当时如果你想要补全国图鉴，你几乎没有别的办法了。好啦，那款游戏它的节奏虽然不好，不过可以抓敌人训练家的宝可梦还是蛮屌的。最后我们来到宝可梦第3世代的最后一款游戏，也就是传说中的杰作之一绿宝石版。哇，你这一版就猛了！系列第2款的加强版，封面怪是裂空座，纸盒包装的质感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闪闪发光的亮面是现代游戏封面没有的质感。我其实还蛮希望未来的宝可梦游戏都能复刻那种亮面包装。顺便敲碗一下啦，那个卡带也该给个特别色吧？宝可梦不就是应该要有那种透明的特别色，才有别树一格的感觉吗？回到游戏本体，游戏过程到后期以前几乎都跟红蓝宝石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不过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同。比如说红宝石版的对立组织是熔岩队，蓝宝石版的话会是海洋队。那绿宝石版你要打谁？2队都打。主角有够命苦，不过其实这个绿宝石版 CP 值超级高，不会遇到玩红宝石版只能抓固拉多，想要盖欧卡的话，你就只能哭着跟同学要的窘境。玩绿宝石版的玩家可以3只都抓，有够优质。那么绿宝石最好的部分，其实也不是过关体验，而是过关后的体验——战斗边疆。那是一个总共有7个设施，只有高手才能破台的超难关。我说的高手不是那种破关拿着一堆70、80级的怪的那一种哦，而是真的理解宝可梦的战术跟运用的，对对战的理解在另一个层次的玩家。7个关卡都有各自不同的规则，而且每一场战斗的容错率都超低，就算你出全力，都有可能因为运气你被搞死，是一种鬼畜关卡。当年谁能破台7个关卡，谁牛逼，谁就猛男。但能破关的人还是没有比会切梦幻的人帅。好啦，纵观整个第3世代，可能会有玩家觉得红蓝宝石没有精英版厉害，诸如此类的。但是只要对现在的宝可梦游戏系统有研究的人，就会发现红蓝宝石版导入的要素到现在几乎都成了让宝可梦跟其他养成宠物对战的类 IP 划分出深度跟战略性上的绝对差异的优点要素。生蛋地狱开门的那个瞬间，到今年2019年，还有多少人回不来阳间呢？有没有？你这样想，有没有觉得这个第3世代实在是很了不起？产生了多少孵蛋废人？包括我。哈哈，这支影片就到这边。你对第3世代有什么想法跟回忆吗？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分享。喜欢这支影片，麻烦一个喜欢，也麻烦订阅我的频道，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哦。因为订阅了，不见得会跳出通知你有什么新影片。那么我们就下支影片。钻石珍珠篇第4世代篇见啦！那支影片也会提到精英版的重制版《新金魂银》哦，拜拜。